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江田正先生所著的全新的肠道健康指南《健康的身体始于肠道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都源于肠道；第二，复活肠道的健康饮食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都源于肠道。提到肠道，你会联想到什么呢？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消化和吸收食物的器官。然而，最新研究表明，肠道对全身的影响远超我们的认知。肠道是一个连接外部世界和身体内部的枢纽，同时它还通过网络影响着各个器官，尤其是大脑。作者指出，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肠道，例如抑郁、焦躁、无精打采等心理问题，往往与肠道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。数据显示，抑郁症患者中，便秘或腹泻的情况相当普遍。此外，肠道细菌产生的有害物质可能到达大脑，甚至诱发认知症。换句话说，肠道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影响心理健康，还可能导致身体疾病。例如，肠道中有害菌增多可能是多种癌症的诱因，也与过敏、皮肤问题、肥胖等密切相关。因此，心灵和身体的各种问题可以说都与肠道息息相关。如果你希望实现身心健康，那么从肠道着手，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详细解读如何改善肠道健康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：肠神经。近年来，这一领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肠道内大约有1亿个神经细胞，这是继大脑之后，人体中神经细胞数量最多的部位。而且这些神经的控制并不完全由大脑掌控，肠道拥有自主判断的功能，因此被称为第二大脑。一提到神经细胞，我们通常会首先联想到大脑，然而肠道竟然也拥有多达1亿个神经细胞，因此被誉为第二大脑。这些肠神经通过迷走神经与大脑相连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脑肠轴，也就是大脑与肠道之间的双向网络。这种双向的信息交流并非单向，而是肠道也会向大脑发送信息，肠道的状态会通过迷走神经将信息传递到大脑，从而影响全身各个部位。肠与身体的多重网络联动，不仅仅是与大脑，肠道还与许多器官通过复杂的网络保持沟通和协作。比如，看似与肠关系不大的心脏，当肠道出现问题时，自律神经会将信号传递至心脏，从而影响心率的变化，协同调节血流以适应肠道的需要。此外，肺部也与肠道密切相关。如果肠道有问题，呼吸可能会变浅。反之，通过调整呼吸，还能帮助肠道的蠕动功能。这些例子表明，肠道作为身体的一部分，与其他器官进行密切的交流，为维持体内功能的平衡而努力。不得不说，肠道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器官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第2个知识点：肠内菌群。近年来，关于肠内细菌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。许多人都知道，肠内细菌对健康有着重要影响。确实如此，肠内细菌是决定肠道环境的关键因素，其数量之庞大令人震惊，约有100万亿个。这些细菌与人类共生，以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为食粮，通过发酵增殖，并生成多种代谢产物，对人体功能产生深远影响。肠内细菌密集分布在肠壁黏膜上，形成一片犹如花田的景象，因此被称为肠内菌群。总重量约为 1.5 公斤。从功能上看，肠内细菌大致可分为3类：有益菌、中性菌和有害菌。其中，理想的比例是有益菌占2成，有害菌占1成，其余7成是中性菌。中性菌倾向于站在优势菌群的一边，因此当有益菌占优势时，可以维持健康的状态。但如果这一比例被打破，有害菌占据上风，肠内环境就会恶化，
导致各种健康问题。此外，不均衡的饮食或缺乏运动也可能导致肠内细菌多样性丧失，从而进一步破坏菌群平衡，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肠道与免疫系统及幸福激素的关系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第3个知识点：肠道在免疫和无羟色胺中的核心作用。肠道是免疫系统的核心，肠道不仅处理食物，还会接触到细菌和病毒等外来物质。对抗这些外敌的主力军就是免疫细胞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全身约60%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肠道内，这是因为大部分进入体内的物质会通过肠道进入全身。肠道相当于人体的门户，拦截外敌正是肠道免疫细胞的首要任务。当病原菌侵入肠道时，肠壁内的免疫细胞会检测到危险，并释放信号分子，刺激肠壁细胞击退病原菌，从而保护身体免受外敌侵害。肠道是幸福激素的制造工厂。更有趣的是，所谓的幸福激素血清素无羟色胺，竟然有90%是在肠道中合成的，剩余部分由大脑内的神经元合成。这些血清素通过血脑屏障后被用于调节情绪、睡眠、记忆等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肠道问题常常伴随着情绪问题，例如抑郁症患者常见便秘或腹泻的症状。这表明心理健康与肠道健康密不可分。血清素是一种影响情绪的激素，与幸福感密切相关，因此肠道的健康对人的心理状态和幸福感至关重要。血清素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并积极向上的物质。此外，它还有以下作用：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消化，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平衡，使心情更加积极。血清素还有助于调节饥饿感和饱腹感，影响饮食行为，抑制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兴奋性物质的过度作用，从而减少焦躁和易怒情绪的发生。简而言之，血清素的分泌是我们保持内心平静的关键，而这又受到肠道环境平衡的重大影响。我们可以说，肠道的健康对保持幸福且稳定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解读如何通过饮食让肠道焕发新生。在第1部分中，我们探讨了调整肠道环境与身体和心灵健康之间的联系。那么，为了改善肠道环境，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改善饮食习惯。饮食是对肠道微生物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。进入肠道的食物会成为肠道细菌的食物，经过发酵和分解后转化为更容易被身体吸收的物质。而这些物质的种类和对身体的影响，取决于我们的饮食内容。益生菌偏爱均衡的饮食，尤其是蔬菜和水果。当这些食物进入肠道时，益生菌会生成如乳酸、丁酸以及 B 族维生素等有益物质，而有害菌则喜欢高脂肪、高热量且不均衡的饮食。当我们过度摄入这类食物时，有害菌会大量繁殖，从而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肠道细菌从出生到生命结束都会依赖食物生存，因此，饮食是影响肠道细菌平衡的关键要素。通过调整饮食习惯，促进益生菌的生长，并抑制有害菌的增殖，我们能够改善肠道功能。那么，为了让肠道更加健康，我们应该摄入哪些食物呢？以下是促进健康肠道的4大食品：1. 发酵食品；2. 水溶性膳食纤维；3. 低聚糖；4. EPA 和 DHA。接下来，我们逐一解析这些食品的具体作用。1. 发酵食品。发酵食品能够刺激益生菌，并激活肠道的蠕动功能。大家熟悉的发酵食品包括纳豆、酸奶、味噌等。这些食品不仅为益生菌提供养分，还能够通过调节肠道酸碱度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。常见的发酵食品有纳豆、酸奶、味噌、酱油、醋、盐曲、泡菜、干酒、奶酪、红酒。2. 水溶性膳食纤维。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肠道环境，
是一类能溶于水的膳食纤维，具有良好的凝胶性和吸湿性，能够帮助调节血糖、降低胆固醇以及改善肠道健康，特别是在年龄增长时，有助于改善肠道平衡。此外，益生菌在分解水溶性膳食纤维时会生成短链脂肪酸，这种物质近年来因其促进脂肪燃烧的效果而备受关注。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海藻、牛蒡、秋葵、南瓜、荞麦、纳豆，其中有些水溶性膳食纤维对肠道的效果更为显著。西兰花中含有的萝卜硫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，能够减少有害菌，调节肠道环境。即使经过加热，它的营养成分也不容易被破坏，所以建议大家在各种料理中多多利用。低聚糖。低聚糖是双歧杆菌等乳酸菌的食物，能够有效增加有益菌的数量。同时，低聚糖不会成为有害菌的食物，因此能够高效地只增加有益菌的数量。低聚糖是一种功能性碳水化合物，不仅提供少量能量，还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促进健康。适量摄入低聚糖有益于消化系统和整体健康。低聚糖广泛存在于香蕉、洋葱和蜂蜜等食物中。EPA 和 DHA。EPA 和 DHA 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，因此需要通过饮食摄取。它们对身体健康有多方面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心血管、脑部健康和炎症调节方面。对于肠道，这些成分不仅能够缓解肠道炎症，创造有利于有益菌生长的肠道环境，还可以作为润滑剂，改善排便情况。富含 EPA 和 DHA 的食物包括蓝鱼类，如青鱼、鲑鱼以及亚麻籽油等。作者建议使用罐装鱼类加入沙拉中。此外，鱼皮中也含有丰富的 EPA 和 DHA， 连皮一起食用可以获得更多营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像亚麻籽油这样的油类加热后容易氧化，因此建议以生食的方式摄取，比如淋在沙拉上或直接加入蔬菜中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